带你追查事件真相，掌握证据变化。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持续加入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谭一伦。节目一开始来介绍今天的特别来宾，首先是耶鲁政治学博士郭正亮，大家还有政大外交系教授吴崇涵。议论好，大家好。好，等一下帅将军也会来到我们现场，我们再为大家来介绍。好，我们大家还是要首先关注到的就是中东伊朗这边的讯息哈，因为我们看到啦，伊朗啊，现在呢美军是不是要准备攻打，而且万事俱备？我们就先看到啊，说不靠航母照样打伊朗，因为目前在中东是没有航母的情况。好，所以美军进攻的主力有沙盘推演，我们就大家来看说在航母尚未到位的空窗期间这美军呢是将以印度洋战略、空军潜舰、巡弋飞弹、无人机、饱和攻击为主轴，试图要迅速的瘫痪伊朗防空跟指挥体系。那甚至呢，现在有人说啊，这川普是不是准备对伊朗按下核按钮啊？好，说华盛顿的核心圈有情报显示啊，川普已经准备好要对伊朗按下按钮，而且倾向要在必要时采取军事行动。那就有军事的这个分析家指出啊，说美军近期举行的哨兵阿罗哈的演习当中 ，B-2 轰炸机出现了异常的飞行轨迹。好，那这个哨兵阿罗哈其实就是美军在太平洋的一个例行演训。那 B-2 轰炸机啊，其实不是这个演习常驻的军种，所以大家就认为说啊，这莫非就是针对印太的一个潜在目标，有一个战术欺敌的作用？那为什么会想到这样呢？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在去年有一个午夜之锤的行动，也是声东击西。好，那这午夜之锤啊，就是去年6月22号，美军也是一样利用了 B-2 轰炸机向西到太平洋结果其实他真正打击群是去袭击伊朗的核设施，所以大家就说了，是不是又会同样的手法再度重蹈覆辙？好，那我们也看到了，当然川普也不是吃素，也不是笨蛋，他也会去评估嘛。好，现在看到海湾4国正在跟这个斡旋当中说有48小时，因为他们为了要阻止美国向伊朗发动军事攻击沙烏地阿拉伯、卡达、阿曼及这个埃及等4个阿拉伯国家在本周展开了长达48小时的极限外交来进行斡旋。那各国都是极力的说川普大人你其实不要这么快的就要动手好，所以呢，在他们的劝阻之下，川普终于松口，决定暂缓了一些攻击计划。好，那甚至美国官员们也特别有建议川普说美国如果要发动大规模的打击并确保在伊朗报复时能够保护该地区的美国军队以及以色列的盟友，就需要在中东部署更多的军事力量。好，那当然也是有国家跟官员们的告知，那目前看起来似乎稍稍是比较在观察的状况。好，那但是美国财政部当然有一些手段嘛，我们看到他就说对伊朗多位的高层官员跟企业启动新一波的制裁行动。那主要锁定的其实就是涉嫌借着暴力来压制全国抗议活动的决策者，还有协助石油收入洗钱的组织。那甚至贝森特也特别有讲说我们要追查金流，因为他说目睹了这个数以百万计跟甚至数以千万计美元正在被伊朗领导层偷偷的汇到外国所以他们就正在弃船，甚至他说还发现这些资金正在流入全球各地的银行还有金融机构，所以他们就说要追查这个相关的金流。那看到川普他最近谈到了伊朗的前王储，那大家就说了，不知道他的态度，因为之前算是有点冷漠，但他现在说这巴勒维人看起来蛮好的，但也怀疑他能否获得伊朗国内支持并最终掌权。那目前外界一片是不看好认为说他这个伊朗目前已经离开了这个过去王储的位置已经很久了，所以看起来他也是没有办法再回去。但是伊朗的政权现在如果换手的话，恐怕印度会蛮惨的。说由于这个巴基斯坦阻碍印度通往阿富汗跟中亚的陆路，
那伊朗一直是新德里唯一可行的西部走廊。那像是德黑兰的什叶派也制衡了巴基斯坦的影响力，在印度策划的西亚政策当中也发挥了稳定的作用。好，那要是伊朗内部已经削弱，那它在这个当地的制衡力量就会减弱。那因此巴基斯坦就会间接的获益，也会直接冲击到印度通往中亚的这个战略通道，所以就会削弱他们在西亚的一个地缘影响力。好，所以因为中东情势很复杂呢，那牵涉到很多国家所以我们当然也是跟大家讲说，伊朗政权这如果有重新再换手的话，恐怕这地缘政治又会再洗牌一番。那我们再看到美国它现在也在挑拨嘛挑拨一些敏感地带，这个就是美国这些强国最喜欢做的事情。好，我们看到专家说如果美国对德黑兰发起军事行动，那俄中挺伊朗的程度就会有限。好，内文是讲这个伊朗向俄国提供了无人机，出口石油到中国，那就是两国的重要盟友。那当然，欧洲的智库专家葛梅兰也表示如果美国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俄罗斯、中国只提供德黑兰当局外交跟经济援助，那避免的就是与华府正面的对决。所以很多人不少也确实在讨论说中国现在在这部分的权力上面到底要如何来展现？那你看到美国媒体《华尔街日报》就讲伊朗因为街头抗议跟经济衰退，就面临了压力之际，盟友中国却几乎没有表现出支持的迹象。到底为什么？当然也有人去问了这个中国大陆的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他是说中方希望伊朗政府和人民能够克服当前的困难，保持国家的稳定。好，那中国跟这个伊朗的外长有互通电话。那我们看到伊朗的外长阿拉奇说已经做好应对外部干涉的准备。那当然他们期待中方为地区的和平稳定发挥更大的作用。那中国大陆的外长王毅则是说做好了这个相关的一些因应措施。当然两个人就希望说为和平的部分来发挥一些讨论。那俄罗斯的扎哈罗娃则说是致力于在能源等多个领域跟伊朗要进行长期的合作。他说俄罗斯反对对主权国家的单边制裁，那认为川普是以关税惩罚跟伊朗往来国家这违反了国际法，所以俄方会继续坚持相关的立场。好，我们看到中东的情势确实蛮复杂的那当然现在伊朗的部分大家还是持续关注。我们首先问亮哥，我觉得美国对伊朗是骑虎难下啦。实际上你如果对伊朗做空袭，你要有正当意义比如说上次去打核设施，那个就有一定的正当性。那你这次到底要打什么？难道有民众不满示威政府，然后发生暴动，内部发生镇压，那你美国就可以介入我跟你讲，这样的地方全世界超过50个地方了，所以你有什么正当性那如果只有空袭，根本不足以推翻政权。所以你势必要有其他的行动，包括地面部队，或者是里应外合。可是我们可以看到嘛，因为伊朗在境内断网第8天网络基本上已经被断了。然后包括这个革命卫队开始镇压群众，这个伤亡人数可能有2000人左右了那目前的那个抗议的民众正在消退当中，所以表示这也不是持续性的力量，就是不满政府啦。可是并没有一个很大的内部的反对派，有这样的一个领导者可以持续做反抗这个1979年的伊朗革命完全不一样那个时候光是学生运动，还有总工会罢工，持续了4个月。这么长？对这个才几天2个礼拜。所以以色列还有阿拉伯有4个国家都把这个消息传递给美国，说你即便现在介入，你是没有办法推翻这个政权的啦。那这样意义何在所以我觉得很可能就会不了了之可是他也没面子所以只好把那个航母开到外围安曼湾那个地方这边停着也不知道干嘛，因为其他地方你都进不去，因为伊朗
除非你从对面，那就是卡达的乌代德基地嘛。可是伊朗已经严重警告，所有的乌代德任何一个地方他都打得到。所以你如果用空袭，是用卡达的空军基地，保证全毁了。那个卡达也表达反对的意见，说美军不要用卡达的基地去轰炸伊朗啊。那如果不能用卡达的基地，我不知道美国怎么打伊朗啊。因为德黑兰是在伊朗很深的上面的，那个你从阿曼湾进来，距离德黑兰上千公里，你怎么打？而且伊朗是高原国家，所以你说你真的敢派地面部队上去吗？严重怀疑，你不要说伊朗啦，伊朗有160万平方公里，人口有8800万。美国连也门都不敢登陆，也门胡塞武装还直接打美国的船呢。美军怎么不登陆也门呢？因为也门整个都是丘陵地啊。美国有估计过啊，要登陆也门至少要上去2万人，根本做不到嘛。这个叫什么？总统每天瞎吹牛啦，现在找不到台阶下了。以色列也不赞成，阿拉伯4个国家也不赞成。你自己去整天打自己嘴巴好了，我根本就认为他根本就卡住了。纸老虎啊，本来就是啊，毫无准备了，也不知道伊朗那些群众的性质。我基本上认为就是乌合之众了。那组织性的力量只有2种啊，一个是库德族的分裂势力，那这种力量怎么可能在伊朗得到多数支持？不可能嘛。那另外一个是境外势力了，这是摩萨德跟 CIA 组织的群众啊，他是发钱的啦，现在钱没了啦，那些群众就散掉了。好，确实因为这样伊朗的冲突嘛，大家也发现说，好像现在稍稍比较式微了。崇涵教授，伊朗其实经济情况真的非常糟糕哈，而且处于这个1979年以来最重大的示威抗议事件。那其实我们可以看，它最重要的是第一个，它的通膨啊，它的通膨一直维持在40%上的高位，甚至食物的通膨到70%。然后呢，它在这个经济上萎缩哈，它的 GDP 下降，大概2026年从下降了2.3到2.8左右，所以经济在下滑，通膨非常严重。那最重要，这次引发这个抗议事件最大的就是里亚尔的他们货币的大贬值哈，它这个里亚尔这个基本上是崩盘啊，大概1美元哈，去2026年1美元对这个100万里亚尔，基本上这个是币值，所以他们的币值崩盘啊。过去10年来，你看它以前一开始是1美元1美元对3.4万里亚尔，后来现在变1美元，过去10年跑到100万。所以让很多商人受不了，然后上街头抗议。那抗议他就镇压，所以史上非常多市集爆发的嘛。对，这个市集爆发，然后抗议就镇压哈。当然，这个最重要，它这个通膨跟这个所谓币值下降，最主要还是受到西方制裁啦。那当然，他们有在卖石油嘛，我们知道伊朗石油多，中国也买了很多，大概是80%的石油，中国都尽量去买。但是因为还是受到制裁，所以这个其实杯水车薪的，让他们整体的经济情况相当的不好。那这也是考验到这个今年86岁哈梅尼的最大的这个执政危机哈。但是坦白来讲，就像刚才我们讨论的，伊朗有许多特色，让他这个整个抗议跟暴乱行动可能没办法持续这么久。包括哈梅尼的这个实质的掌权非常强硬之外，他的这个军队的力量也非常强。我们知道伊朗革命卫队 IRGC 跟巴斯基这个民兵组织大概100万人，所以他们能有效控制整体的国内秩序。并且呢，维持这个稳定啊，甚至抓到叛乱分子是非常轻而易举的。再来就是伊朗的幅员辽阔，战略纵深多，而且他们的地形起伏也大，让许多叛乱分子比较不容易很容易这个组织，然后呢，这个当然境外势力也不容易进入啊。这也是大家来讲说，如果接下来真的要让他们下来，那可能要这个抗议民众要支持，要一段时间，要支持一段时间。但坦白来讲，川普他如果要动用军队，像我们知道说之前在这个参议院有一个限制总统这个武力法案，然后被 JD Vance
去投了一票过了，对不对？但是我觉得这个委内瑞拉跟伊朗的形势不太一样啊。那当然，伊朗要核武器，而且不好打，这一点是我想川普非常考量在先的。好，帅将军已经来到我们现场，我们也接着问帅将军。他这次活动啊，刚开始的时候，你不记得川普讲那句，这个援助就在路上，讲的就是那个林肯航母，是因为他现在前面的这个用战略轰炸机跟美国所有基地的飞机的空袭呢，主要是想镇压这个伊朗这个对抗议分子的镇压行动。那后来算一算呢，如果是光靠战略轰炸机解决不了问题，他必须，因为他在海底下还有美国的潜舰很多战斧飞弹，对，他可以做很多斩首行动，名单也出来了，包含你革命卫队的头啦、警察局长啦，他就是像伊朗的老百姓，不要怕，你们抗议的行动可以再扩大，这个镇压，因为前面已经打死不少人了嘛，也造成很多伊朗老百姓的恐惧嘛。另外，拥护那个宗教的伊朗老百姓又站起来团结反美嘛，所以川普想了半天，那要等到航母到了，那黑名单上是不是能够一个执行？因为他绝对不会涉及陆军上去打伊朗。刚刚也讲得很清楚，伊朗的地形很险峻的，你要一个个剿灭，你没有这个能力。但是美国主要目的就是要颠覆你现在这个政府。凭良心讲，伊朗这个政治结构也是很糟糕的，哪里有教派的教士在主掌，那政府机关又是另外一套，所以贪污了，民生一塌糊涂啊，也是凭良心讲，我个人观点，这个伊朗也是一个暴政的政府了。推翻掉它也是一件对伊朗老百姓是一件好事，因为这个全世界只有这一个国家是搞这个教派去掌握政府，教派养了革命卫队，革命卫队的武力啊，只能镇压各地区，替他各个宗教家族搞钱镇压，但是对外他的兵力是不行的，他获得的经费是比政府军要高。但是他战力放在哪几个呢？川普为什么暂缓呢？伊朗也很多超音速飞弹瞄准了靠近伊朗附近的美军基地跟以色列，所以这个东西会引起鱼死网破，造成美军的意外伤亡跟以色列的打击。所以根据这么多因素，他按下终止暂时停止键，但是这个活动不会停止了。好，我们还要持续在观察，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好，观众朋友们，持续带大家来掌握一些国际局势哦，包含当然就是中国大陆跟美国之间哦，因为我们现在看到2025年的中美外交啊，说是川攻习守，所以学者有一套的见解哦，说现在川普不是要退出多个国际组织，而且主动撤离领导的地位，中国2026年将会在很多的场合出现，所以在外交的势力上面已经慢慢呈现出了中国模式。好，那美方争取在不开战的情况之下，要对中国提出各种要求，就希望能够达到战时的均衡，那争取美国再次伟大的时间。那去年大家也看到了嘛，中方已经使出了很多的秘密武器，包含是稀土的管制，那也学习美国的长臂管辖，那双方都在巩固自己的供应链。好，那美中之间的角力在哪部分显现呢？第一个当然就是军事。我们看到再提2027战争哦，美国印太司令说从现在到2027年的8月1号，好，那这个时间点就是人民解放军建军100周年的纪念日，所以被视为说这对中共来说是有意义的。好，那在这个之间他们认为随时都可能爆发一场所谓的必要之战。那在2027年8月以后随时都可能爆发一场选择之战，而因此印太司令部必须从现在开始做好准备。好，又讲到了2027年这个战争的讯号又开始响起了。好，那美国的专家学者则说就政治现实而言，其实印太地区
必须依赖美国。好，那当然这个是美方的说法啦，很多人可能会有不同的意见。那现在川普是不是一个超时部署呢？美国海军作战的部长讲了一个大白话，我们来看他说什么。他说如果继续延长部署福特号航母其实会严重的影响战备跟维修计划。这个过长的部署会造成负面影响，也就是因为福特号该维修了，现在又不维修，接下来后勤就会乱套。那中共这部分其实我们也看到他们有双座的歼20可以对海打击。那美国的这个军媒就有一些担忧我们看到这个歼20战机的双座型已经具备了对海精准打击的能力，这可能就会使美国跟盟友在第一岛链或是周边行动的风险大增。好，那英国皇家联合军事研究所也指出预计在2030年之前，其实能部署大约是1000架的歼20，那显示歼20的生产规模已经大幅提升了，那可能在2025年达到每年大约是120架的产能水准。所以这样子的速度，其实让不少人都很担心现在美国在第一岛链的风险会不断的增加。好，那除了军事之外，我们还要再讨论到的就是晶片了。好，白宫25%的关税晶片晶片关税属于第一阶段的行动，那甚至预告半导体的战线会逐步拉开。那这就是美国商务部他最新宣布基于国安考量，对部分高阶半导体要课征25%的关税。好，那白宫官员15号也说这是第一阶段的行动，那说我们在保护半导体的产业啦，所以半导体的战线会逐步的拉开。那辉达的 H200晶片现在要销中，结果又踢到铁板那美国议员就说没有啦，是我们其实自己还不够分中国说近期的记忆体供应非常的吃紧，所以美国商务部也宣布，美商对于中国的晶片出口不得造成美国国内的市场短缺，所以就有议员呼吁说辉达 H200的出口许可数量应该要被限制。那前白宫的副国安顾问伯明则是说，中国没有能力大规模的生产半导体。他说，这正是这个阻碍他们在中国的这个人工智慧领域上面超越美国的瓶颈。那卖给中国辉达 H200晶片将会大幅的加速北京的军事现代化。所以你看有些人觉得这个还是蛮担心的怕会因为这样子让中国大陆的军事更好。好，那中美之间的这个 H200半导体的博弈现在看起来中国如果全面的允许进口 H200，就会提高自给率，造成打击。美方强制要求第三方的技术审查，就被解读成潜在的监控机制。那这种审查可能为晶片置入一些远程追踪或是熔断的后门。那去年曝光的 H20晶片其实就有内建一个这个追踪器，早就在中国大陆的科技界敲响了一些警钟所以中国大陆其实也是蛮忌惮的，一直不断的在观察。但是我们要看到一个国家，就是加拿大因为它现在跟美国的关系其实蛮不好的，所以卡尼这一次来到中国大陆，又跟习近平见面，自然引发了蛮多讨论好，我们看到这跟习近平见面的关系大家就说卡尼高度的评价习近平的领导力，说两国在全球分裂跟动荡加剧的背景之下，正在开辟一个新的合作方向。好，所以这两国关系破冰之后大家说访中4天希望要降低对美市场的依赖。好，我们就看到这2张图片嘛，这个李强部分也有跟这个卡尼来见面，那当然他是有跟这个卡尼说我们两国站在一个新的起点，好，要深化合作维护多边主义跟自由贸易。那纽时也分析现在面对川普对重要这个加拿大商品征收关税，那不时宣称对加拿大的主权主张所带来的冲击，所以卡尼也承诺要使加拿大的出口市场多元化，那以应对去美国化的地缘经济变局。好，那跟加国的外长也会面，我们看到了王毅特别讲说希望跟这个加拿大一起加强沟通，排除干扰。好，那当然嘛，敌人的敌人现在就是朋友，有一点点这样的态势，所以目前整个美中之间的角力也拉近了一些盟友的部分。好，我们要先问亮哥怎么看目前的局势？加拿大当然是最冤的啦，加拿大出口有72%去美国72%
你想想这是什么关系？那也是最大旅游啊，然后还为了美国的利益去把这个孟晚舟给拘留，对，然后跟中国连续3年关系闹翻荡到谷底啊，制裁是这样的国家啊，还是被美国给卖了？所以我跟你讲啊，我觉得加拿大就是一个极端个案啊，就这样对美国一面掏心掏肺，就完全是你的这个伙伴啊，这不只是全天候了，我看永远的伙伴啊，那也被你卖了啊，所以你可以想象别的国家会怎么看美国啊，而且美国又退出66个国际组织啊，31个联合国周边，35个。那大概就是跟西方比较自由民主的啊，或者社会民主的那些主流价值啊相关的国际组织，美国全部退出。气候啊、女权、那族群平等，统统退出，还有人权，所有进步价值他都不要。所以我最近就看到几个中国大陆昨天公布一个民调啊，毛宁自己公布的，说这个全世界有64%的国家对中国有好感，这个过去怎么可能？然后我刚刚看到英国卫报头版的标题啊，他说川普让中国而不是美国再度伟大。卫报啊，英国卫报是中间偏左的媒体，所以你可以想象那个美国的民主党。还有全世界啦，就是民主或中间偏左的，现在对川普真的是只有摇头啦，也不知道怎么跟他来往啊，价值都不一样，然后动辄是美国优先、单边主义，然后还用军事力量，这个完全不是他们所认识的美国啦。所以现在的情况当然就是你退出66个组织，那谁会来递补这个权力真空？机会最大的当然是中国嘛。那中国突然之间在气候议题变成跟欧洲来主导世界，因为欧洲人重视这个啊，所以就中国跟欧洲联合来主导气候议题啊。那重视国际关系的民主化，现在变成是中国在主张啊，他国内不一定民主啊，国际关系他主张民主啊，很多国家就听得下去啊。因为多边组织啊，像比如说美国是第一个贸易战是把 WTO 给废了嘛，那你现在几乎把联合国给废了嘛，对不对？所以我觉得是川普自己的行为造成了美国在国际关系上的弱化了。所以很多人看了真的是摇头，真的只有摇头。将军，你想嘛，这个川普这样做啊，倒行逆施啊，中国大陆能够在他所谓绿能化，他又是最强的国家。你欧洲不是喜欢搞这个绿能嘛？那大量的输出是最廉价、最有效的嘛。所以他能够主导这个欧盟替代美国是有可能的嘛。第一个有这个商贸嘛，第二个就有绿能嘛，第三个就是美国这种压霸行为，让每个国家小国家都感觉到恐惧嘛，都希望外援。所以这个问题啊，我们讲伊朗的问题，伊朗中国跟俄罗斯为什么没有办法做什么事情？我常常跟观众讲一个叫做战略扩张的有一个极限，什么极限呢？你飞机飞不到，航母不能来，补给线不能拖这么长，所以你看，美国对中国大陆是做不了什么的作为，中俄对美国也做不了什么行为，就是说，在我家门口我行，在你家门口你行。所以这个问题啊，我们再看这个印太司令，印太司令部手下的没有什么兵力的，印太司令部的印度洋是靠美国太平洋总部第7舰队涵盖的太平洋跟印度洋，所以印度又是一个不可靠的盟友，没什么实力。他讲这个一再提2027。就是向美国国防部要资源，我这边没什么兵力。至于什么建军100年了，那不是中国大陆真正很重视的玩意。中国大陆要衡量国际形势跟他自己的
什么时候决定出兵？不是你这个2027，我再三在电视台讲，2027是一个政客运用的一个手段。对印太来讲是向上面要资源，对民进党来讲啊，印太所以我要通过国防预算。美国党2027是你赶快买军售，但是买军售有一个时程跟2027搭不上啊。你前面我们6000亿买的东西都没到货，你现在再下订单，能不能赶在2027之前？货就算到了，我还要训练，还要演习，还要军演，然后再成军。那我跟你讲，上次我们换装都搞了好几年，7、8年时间呢，哪里是说你说飞机来一不是玩小孩子玩玩具马上上手啊？不是那样东西。所以我们看国际局势啊，这些政客放出来的烟幕弹呢，你一定要看清楚它的底蕴是什么。第二个，中国也不要说指望加拿大可以跟你变成永久的朋友。川普一倒台，刚刚亮哥讲的70%的贸易马上恢复，对不对？现在只是小孩子玩嘎嘎酒，你跟我好，你跟我不好，我跟他好，就是玩这个游戏嘛，有点像对国中生在玩那个对谁切八段，对，所以小孩子不是这样吗？你跟我好，你跟我不好，我跟他好，就是这个东西嘛，就是短暂的啦。但是川普的任期还有3年哦，所以大家也是蛮紧绷的。琼涵教授，白宫宣布25%晶片关税属于第一阶段，听到没有？第一阶段。今天我们新闻很大，是对不对？15%啊，15%，然后5000亿，对不对？大家，然后就有人兴高采烈，哇，我们赢了，全雷打，对，什么全雷打？可卢特尼特说是头期款，对，卢特尼克说什么？他说15%，哈，5000亿啊，他说你不遵守可能到100%，但是未来这只是第一开始而已啊，好。那我们遇到这个问题就是，那我们的2500加2500是什么？我们的谈成的2500是直接投资嘛，2500是信用保证嘛。那有人说2500的那个信用保证不是投资啊，我搞不懂哎，那个是我们有银行让你贷款了，那政府帮你做保了，让你的贷款可以让台商、侨商去投资。比方说兆丰银行有这个财团法人海外信用基金，它主管机关是侨委会。他让侨商或台商可以贷200万美金海外投资，在非洲投资是250万。简单来讲，这个钱是全民投资给你，你去投资在美国的。我们算保证人了。对，这个不是说不是投资，它是我们融资出去投资在海外。那现在是投资在美国，所以那2500亿理当要算在我们所谓的对美谈判里面，我们要付出的。那是钱啊，那不是什么都没有啊。所以呢，如果我们算一下这5000亿加起来，加上15%，到底我们跟日韩比起来有没有什么差别？我用了 ChatGPT 来讨论了一下。日本虽然也是15%，但是它整体的关税协议对美投资大概占 GDP 的12.8%，南韩大概是20.6%，我们这一次谈出来是占到 GDP 投的55.6%。简单来讲，就是你处于这个量体啦。对，我们人口少啊 ，GDP， 你用 GDP 的话，我们这一次谈起来是55.6%。远高于日韩啊，那你用外汇存底的话呢？日本这次谈起来是占外汇存底45%，45%，我们占到87%。所以坦白讲我不知道，我先不要下定论，我们是不是打了全垒打了？但是我们似乎要付出蛮多的。对等关税是得分啊，对可是那个只有30%的出口。对，那这个重点又来的是，那接下来我们要面对的是，美国这个所谓经贸的这个 hegemony 霸权主义，所以。坦白讲，我们要搞清楚的是风险在先，我们谈判在后，所以我们面对的风险还是存在什么风险？包括他接下来关税可能会再加，或者他说话不算话，这些都是风险在前面的。所以我觉得现在感觉民进党政府是有一点少输为赢然后感觉稍微等到一些东西，我们就开始大张声理。我觉得是面对美国在接下来长臂管辖跟这个所谓经济霸权下面，我们难道都没有继续谈的余地吗？好，川普政府果然让很多国家的人在这一年真的非常动荡。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好，我们拉回来看中日之间的关系哦，因为最近讨论度比较低一点点，但是大家不要忘记他们的关系还是持续在冰点哦。现在呢，中国有宣布要对出口日本的居民两用物品加强管制之后，其实高市早苗直言说无法容许中国单方面的收紧出口管制，那也批评有关的做法明显背离了国际的惯例。好，但是中国大陆也不是吃素也不是盖的他就直接回应说对此坚决的反对，而且不予接受。好，因为日本要求要撤回，那中国大陆当然不甩你嘛。好，那日本也特别报道说原定1月要访北京的日本经济代表团行程已经确定要延期了。那尽管日方此前有从这个政经分离的角度积极的寻求访华的可能性，好，但是在中日关系急速恶化之下，现在也确定作罢。那中方的外交消息人士就形容说现在是跨过了红线，那也批评日本经济界只寻求跟中国领导人会面，但却没有跟高市政府的相关言论来进行劝诫。那中日关系恶化其实也影响到马上就是春节，那春运期间到到日本的航班哇取消了非常多。到了2376班所以整体的取消率达到了36%。好，那这对日本来说当然也有影响因为中国大陆在日本的消费也是蛮庞大的。好，那这时机点蛮耐人寻味也就是李在明访中期间中国是突然宣布刚刚一轮所说的对日本祭出了稀土管制，所以就有外媒指出这时机点蛮有味道的因为对韩国跟日本有一拉一踩的外交策略感觉正在浮现当中。好，那日本学者则说这一次的行动其实发生在美中贸易休战，川普即将访中之际，所以华盛顿未必会愿意为了日本那立即撕毁刚刚达成的对中协议，所以确实看起来美方的态度并没有非常的强硬算是蛮保守也很克制的。但是高市早苗他的政治生涯是一场豪赌吗？哇，他真的也是认为自己高民调什么事情都可以做好，他抛出了一枚政治重磅炸弹，就是打算23号要解散众议院提前大选，试图透过巩固执政联盟的席位来缓解内政压力，但却意外触发了日元新一轮的贬值预期。好，那他当然也希望说透过提前争取这个选举更稳定的多数席位，但是激进的经济政策如大幅提高防卫预算，那自民党的黑金丑闻，还有中日关系恶化引发的民众不安。那日本的2大党反对党则是宣布要联手挑战高市早苗，那他们是要组建一个新的中间派政治联盟的一个计划，那将给高市早苗的领导长期执政的自民党带来更为齐心协力的这个挑战。那我们看到日本的立宪民主党前大臣就说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晋级乱投医才转到了公民党。他说如果连我们自己的同事都感到极度不信任那民众不信任感肯定是更强烈，所以他认为没有办法再跟他们共事。那陷入台湾有事风波，日本的参议员则说自民党如果在众院大胜，这选后是访中的关键时间。但是中方一直很在意的就是高市如果不改口的话怎么会让你访中呢？好，那我们最后来看军事的手段，也就是中日紧张之际这个冲绳的石原市长一个理由希望这个要求中央对钓鱼台登岛来调查，他是认为日本对钓鱼台岛展开这个环境变化的实际情况要登岛来调查。好，那菲律宾跟日本则是签署了3项的双边合作安排，那希望加强彼此的战略伙伴关系，那以法治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好，那目前看起来第一岛链确实是有一些变化的，好，但目前中日的关系还是一样在冰点持续但是高市早苗的动作仍旧持续不断。我们先问亮哥，高市早苗如果2月8号就改选，可能会增加一些席次啦，那加维新会还是过半可是对大局难有改变。你想一想连中信的金团联大陆都不让你去了，自民党怎么可能让你去？所以只要高市早苗没有撤回言论我认为关系只会继续恶化往下走而且我觉得中国大陆是故意的，
他选那个军民两用来制裁日本嘛，限那个军工产业，对不对？因为高市早苗的策略就是要用国防产业来拉动经济，因为日本现在已经没有某一个产业特别领先了嘛，本来是汽车啊，现在日本的车子在大陆也卖的越来越低啊，对不对？所以他是要用国防产业，就有点学2年前的普京啊，俄罗斯啊，那他增加国防预算来发展国防产业，然后就拉动一些供应链了啊。那中国大陆制裁他军民两用的物资，刚好就卡住了他的国防产业。所以这一招不只是阻止军事本土化，也在让你的经济失败，一石两鸟。那这个谁会获利啊？最获利的就是美国，因为你日本做不出来，只好跟美国买啊。那美国很热啊。第二个就是韩国，就是日本会因为这样有些东西做不出来，那韩国做得出来，那中国大陆呢就跟韩国逐渐走向蜜月期。所以其实整个东亚有一个局势在形成啊，就是中韩在经济上联手，然后再对抗台湾跟日本。因为台湾自己靠上去啊，是，本来不一定是这样啊，所以台湾也要小心啊。中国会不会把制裁日本那一套也加在台湾身上？这个赖清德自己要想清楚了啊。那我觉得美国就介于中间。因为美国也不想失去这个中国制裁日本的好处啊，那也不想跟中国这个战术休兵就立即终止，所以他有点在中间这样啊。所以我觉得整个态势看来对日本是不利的。中国这个已经提升到战略级别了，就是说我不是对你高市早苗了，是只要日本右翼有这种思维，我就压你压到底，那让你日本的 GDP 变小，我就成功了。因为日本现在人均所得已经落后台湾跟韩国了，这我这辈子都没想到，可是就发生了。对，所以看起来他接下来还有一些不同的招数可以出。将军怎么看？我跟你讲，不管任何一个国家，影响选举选票的，就是你日常生活开支。假定我的收入40%都用在食物上面的话，那就要造反了。对，所以这个问题，日本的软肋啊，跟短板就是经济的问题。所以中国大陆很精明呢。刚刚亮哥讲呢，我让你军火工业都拉不起来，因为你没有这个稀土，没有很多东西你做不出来。我跟你讲，韩国的军武科技还不错的哦，能发展坦克，什么都可以做。所以难道日本会去买韩国货吗？所以美国为什么偷笑？因为你高市早苗要扩张你的 L 什么飞弹啊，有1000公里射程的，要放在这个珍珠链上啊，你现在做不做出来就有问题了。所以这个国家的斗争呢，那就算得很精的，你的哪一点是不行的？你知道日本，我讲过，我到日本去玩，日本老百姓最 care 就是那个米啊，米不好的话，米价涨了，它影响性力很大。我到日本每次吃饭都是小盘子小碟子一大堆，肉类很少，米食为主食。所以这个问题啊，中国大陆算准了，你高市早苗能撑多久？因为现在他在赌这个解散国会的这个问题，他的反对党也开始结合起来了。所以这个问题，经济问题如果再严峻一点的话，这个选举不一定是高市早苗能够掌握全盘的。所以我讲嘛，中国大陆看我身边这个日本，你让它发展成军武国家的话，终究是后患了。我们从上千年的历史跟日本就有问题嘛，他只要一强大起来就是图谋中国。小小一个日本想丰臣秀吉想吃掉了朝鲜，还要吃掉了明朝，吃掉了这中国整个大陆，怎么可能呢？所以这个问题啊，终究要解决了，终究要解决。所以这个你的政经分离啊，这个两边讨好的事情做不到，所以日本的政策是失败的。所以我讲再看嘛，
这个有个1-2年总会有问题的。是，你现在美国跟你要这么多钱，要你投资，要你这个关税，我觉得日本真的不太乐观，尤其它最大的产业就是汽车产业嘛。汽车产业在美国，你要跟美国的汽车油车竞争，你在中国大陆的市场有可能卖不掉，加上电动车的霸凌你，跟日本的氢能源的发展，氢能源的电池失败，所以这个问题优胜劣败，马上在商场上可以看得到。对，但是这个高市早苗就会被认为说政治想的比较前面啊，有一点这种味道。对，崇安教授怎么看？日本说这个政经分离哈，坦白讲就是他们一直想维持所谓的政冷经热啦，中日关系之间，就算再差哈，经济上还是要有点往来。问题是这个在高市的任内可能会生变哦。我们知道中日关系过去只要发生一些不愉快哈，政治上一冷，可它经济上还维持固定的往来。比方说在小泉纯一郎执政，我那时候最大的就是2002年他4月上任，他立刻参满靖国神社，9月中国就说。中日关系正常化30周年的活动，你不用了，不用来了，两边就非常的这个僵，问题是那时候还至少维持中日之间的经济关系，这一次不一样，这一次，我们看时间点，去年11月开始，11月14号，中国外交部发布这个所谓近期中国公民避免前往日本，15号文化与旅游部说暂停出团，旅游团就不能去，16号教育部说留学预警。开始换教育部的说，中国人不要去日本留学。18号，海关总署说什么？禁止食品，日本食品进口。主要是以食品安全跟核污水监测。当然，他会后面补一句，因为高市早苗的言论你现在进中国食品，在中国日本食品在中国也乏人问津，所以禁日本食品。你看这个是一步一步，而且是非常快速，通常是隔1-2天就有不同的单位进行所谓经贸的监管，他就要告诉日本说。你不要再想用政冷经热，我让你政冷经也冷，让你充分的感受到你讲错话，你要付出代价比方说以旅游业来讲好了，我们知道旅游业现在在日本，你可能很少看到中国大陆的团客，有一些自由行了。我前阵子刚去，还是一点点的自由行，但是大部分的团客都不见了旅游业大概占日本的 GDP 7%，然后呢，中国旅游在中国的游客在2025年大概占了全。访日的观光客23%左右，很多，非常多顿时整个都不见了，消失掉了那坦白讲，中国游客的消费水准也蛮高的，它平均在日本的消费水准是27万大概是1.22万的人民币大概是这样子，大概是比一般的游客都高所以中国大陆游客在日本的观光消费水准是高的。那当然呢，就有观察家指出，如果持续1年。中国在这个经济上面制裁，包括旅游的制裁上面，日本人可能损失到140亿美元，140亿美元在观光上面它进团。所以呢，坦白讲，这个政冷经冷接下来在高市的任内我觉得可能会发生，那中日关系就不太，我觉得是一个非常这个我们讲的敌意螺旋不断的向下。但是至于会不会有一个冲突螺旋到安全上，我倒至于不太可能。但是别忘了，在南海议题跟所谓东海议题上面，他们还是有可能发生一些小小的冲突。